从南太平洋诸岛各自分支演化的历史中回看中国的地理环境，能引发你什么样的思考？为什么中国学术界会选择性地批判地理决定论？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2章历史的自然实验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2章历史的自然实验。在新西兰以东500英里处的查塔姆群岛上，莫里奥里人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独立于1835年在一片血雨腥风中宣告结束。那一年的11月19日，500个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到来了。接着在12月5日，又有一艘船运来了400个毛利人。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当时如果莫里奥里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是仍然可以打败毛利人的，因为毛利人在人数上以1:2处于劣势。然而莫里奥里人具有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传统，他们在议事会上决定不进行反击，而是提出和平、友好和分享资源的建议。莫里奥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出那个建议，毛利人已开始了全面进攻。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一个莫里奥里人的幸存者回忆说，毛利人开始杀我们，就像宰羊一样，我们都吓坏了，逃到灌木丛中，躲进地洞里，逃到任何可以躲避我们敌人的地方。我们被发现了并被杀死，男人、女人和小孩一股脑地被杀死。一个毛利人征服者解释说，我们占领了，是按照我们的习俗，我们还捉住了所有的人，一个也没有逃掉。也有一些从我们手中逃走的，这些人我们抓住就杀。我们还杀了其他一些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符合我们的习俗。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之间这场冲突的残酷结果本是不难预见的。莫里奥里人是一个很小的与世隔绝的族群，他们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掌握的仅仅是最简单的技术和武器，对打仗毫无经验，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来自新西兰北岛的毛利人入侵者是人口稠密的农民族群，他们长期从事残酷的战争，装备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并且在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当这两个群体发生接触时，当然是毛利人屠杀莫里奥里人，而不是相反。莫里奥里人的悲剧与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悲剧有相似之处，就是众多的装备优良的人去对付很少的装备低劣的对手。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这次冲突使人们了解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原来这两个群体是在不到1000年前从同一个老祖宗那里分化出来的，他们都是伯利尼西亚人。现代毛利人是公元1000年左右移居新西兰的伯利尼西亚农民的后代。在那以后不久，这些毛利人中又有一批移居查塔姆群岛，变成了莫里奥利人。在这两个群体分道扬镳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各自朝相反的方向演化。北岛莫里人发展出比较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组织，而莫里奥利人发展出来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则比较简单。莫里奥利人恢复到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活，而北岛毛利人则转向更集约的农业。这种相反的演化道路注定了他们最后冲突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两个岛屿社会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原因，我们也许就有了一个模式，用以了解各个大陆不同发展的更广泛的问题。莫里奥利人和毛利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短暂的小规模的自然实验，
用以测试环境影响人类社会的程度。在你阅读整整一本书来研究大范围内的环境的影响，过去13000年中，环境对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影响之前，你也许有理由希望通过较小的实验来使自己确信这种影响确实是意义重大的。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老鼠的实验科学家，你可能会做这样的实验：选择一个老鼠群体，把这些组代老鼠分成若干组，分别关在具有不同环境的笼子里，等这些老鼠传下许多代之后，再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当然，这种有目的的实验不可能用于人类社会，科学家只能去寻找自然试验，因为根据这种实验，人类在过去也碰到了类似情况。这种实验在人类定居伯利尼西亚时展开了。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以东的太平洋上，有数以千计的星罗棋布的岛屿，它们在面积、孤立程度、高度、气候、生产力以及地质和生物资源方面都大不相同。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岛屿都是水运工具无法到达的地方。公元前1200年左右，一批来自新几内亚北面俾斯麦群岛的从事农业、捕鱼和航海的人，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其中的一些岛屿。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他们的子孙几乎已经移居到太平洋中每一块可以住人的陆地上来。这个过程大约在公元500年时完成。最后几个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或其后不久有人定居。这样，就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存在巨大差异的各种岛屿环境中都有人定居下来。所有这些人都是同一群开山鼻祖的子孙后代。所有现代伯利尼西亚人的最初祖先基本上都具有同样的文化、语言、技术和一批驯化的动植物。因此，伯利尼西亚人的历史构成了一种自然实验，使我们能够研究人类的适应性问题，而不至于由于不同移民的多次人口剧增所引起的常有的复杂情况，而使我们无法去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类的适应作用。在这个中等规模的试验内，莫里奥里人的命运又构成了一个更小的实验。要追溯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的不同环境是如何不同地塑造了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的，这容易做得到。虽然最早在查塔姆群岛移民的毛利人祖先可能都是农民，但毛利人的热带作物不可能在查塔姆群岛的寒冷气候下生长，所以那些移民别无他法，只得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由于他们以采集狩猎为生，他们不能生产多余的农作物供重新分配和储藏之用，所以他们无法养活不从事狩猎的专门手艺人、军队、行政长官和首领。他们的猎物有海豹、有壳水生动物、超居海鸟和鱼。这些猎物可以用手或棍棒来捕捉，不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此外，查塔姆群岛都是一些比较小、比较偏远的岛屿，能够养活的总人口只有2000个左右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由于没有其他可以到达的岛屿用来移民，这些莫里奥利人只得留在查塔姆群岛，学会彼此和睦相处。他们通过宣布放弃战争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还通过阉割一些男婴来减少人口过剩的潜在冲突。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不好战的群体。他们的技术和武器简单粗陋，他们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相比之下，比较温暖的新西兰北部是伯利尼西亚的最大岛群，适宜于伯利尼西亚的农业。留在新西兰的那些毛利人人数增加了，直到超过10万人。他们在局部地区形成了密集的人口。这些人长期从事与邻近居民的残酷战争。由于他们栽种的农作物有剩余，并可以用来储藏，他们养活了一些专门的手艺人、首领和兼职士兵。他们需要并制作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有的用来栽种农作物，有的用来打仗，还有的用来搞艺术创作。他们建造了精致的用作举行仪式的建筑物和为数众多的城堡。就这样，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由同一个祖先发展出来，但沿着十分不同的路线，由此产生的两个社会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在许多世纪中
也许长达500年之久，再也没有接触过。最后，一艘海豹捕猎船在前往新西兰途中到过查塔姆群岛，它给新西兰带来了关于这个群岛的消息。那里有大量的海鱼和有壳水生动物，湖里到处是鳗鱼。它是卡拉卡浆果之乡，那里居民众多，但他们不懂打仗，所以没有武器。这个消息足以诱使900个毛利人乘船前往查塔姆群岛。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了环境在很短时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战斗技巧。我已经提到，毛利人和莫里奥利人的冲突代表一个中等规模的实验内的一个小实验。关于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问题，我们能够从整个伯利尼西亚学到些什么？关于伯利尼西亚不同岛屿上的一些社会之间的差异，有哪些是需要予以解释的？从整体来看，伯利尼西亚在环境状况方面显得比新西兰和查塔姆群岛范围广泛得多。虽然后者为伯利尼西亚人的组织规定了一个极端单纯的目的。就生存方式而言，伯利尼西亚人有的是在查塔姆群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有的是刀耕火种的农民，还有生活在不管哪种人类社会都算得上人口密集最高的某些地区，从事集约型粮食生产的人。伯利尼西亚的粮食生产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加强对猪、狗和鸡的饲养，他们组织劳动力去建设大型农业灌溉系统，围筑很大的池塘去养鱼。伯利尼西亚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家庭构成，但有些岛上还扶持一些由兼职世袭的专门手艺人组成的行会。在社会组织方面，伯利尼西亚人的社会范围很广，从相当平等的村落社会到某些属于世界上等级最严格的社会，无所不有。这后一种社会有许多按等级排列的家族，还有首领阶级和平民阶级。这些阶级的成员只在自己阶级的内部通婚。在政治组织方面，伯利尼西亚群岛从划分为部落单位或村落单位的一个个地区，直到一些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圆形帝国，也无所不有。这些圆形帝国建有常备军事机构，专门用来对付其他岛屿的入侵和用来进行征服战争。最后，至于伯利尼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只能生产个人用具，到建造纪念性的石头建筑，情况也各不相同。对于所有这些差异，又应怎样去解释呢？在伯利尼西亚群岛之间，至少有6种环境可变因素，促成了伯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这些差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让我们逐一研究这些因素，然后再考虑它们对伯利尼西亚社会的具体影响。伯利尼西亚从靠近赤道的大多数岛屿上的热带或亚热带的温暖，到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的不冷不热，以及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地区的亚南极的寒冷，各种气候都有。夏威夷的大岛虽然地处北回归线以内，但也有高山，足以维持一些高山栖息地。山上偶尔也会降雪，雨量也因地而异。有些地方，比如在新西兰的峡湾地和夏威夷考埃岛上的阿拉凯沼泽，雨量创世界最高纪录。有些岛上雨量只有上面的1/10。这些地方干旱的只能勉强发展农业。岛屿地质类型包括环状珊瑚岛、隆起的石灰岩、火山石、陆地碎块，以及这些类型的混合类型。另一个极端，无数的小岛，如土阿莫土群岛中的那些岛屿，是一些刚刚露出海平面的低平环状珊瑚岛。还有一些更早的环状珊瑚岛，如亨德森岛和伦纳尔岛，已经大大高出海面，形成了隆起的石灰岩岛。这2种类型的环状珊瑚岛使人类宜居碰到了难题，因为它们完全由石灰岩构成，没有其他石头，只有薄薄的一层土壤，也没有常年不洁的淡水。在另一极端，伯利尼西亚最大的岛屿是新西兰，它是一个从冈瓦纳大陆分离出来的古老的、具有地质多样性的陆块，上面有一系列矿物资源，包括可做商业开发的铁、煤、黄金和玉石。这个冈瓦纳大陆
被认为曾在南半球存在过的大陆，在中生代或古生代后期分裂成阿拉伯半岛、非洲、南美洲、南极洲、澳洲和印度半岛等。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大多数大岛都是高出海平面的火山，从来不是陆地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隆起的石灰岩地区。这些海洋火山岛虽然不具备新西兰的那种丰富多样的地质条件，但从波利尼西亚人的观点看，至少要比那种环状珊瑚岛稍胜一筹，因为它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火山石，其中有些非常适用于打制石器。这些火山岛本身也各不相同，较高火山岛的海拔高度给山地带来了雨水，所以这些岛屿受到风雨的严重侵蚀，有厚的土壤和常年不竭的溪流，如社会群岛、萨摩亚群岛、马克萨斯群岛，尤其是夏威夷群岛，情况都是如此，因为它们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是山势最高的。在较低的岛屿中，汤加群岛和在较小程度上的复活节岛，由于火山灰的缘故，土壤也很肥沃，但它们没有夏威夷群岛上的那种大溪流。至于海洋资源，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多数岛屿都由浅水和礁石包围着，有许多上面还有西湖，这里盛产鱼和有壳水生动物。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点，内容来自维基百科。西湖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珊瑚礁等封闭形成的近似湖泊的水体。许多西湖本来是开放海湾，后来在海湾的出口处，由于泥沙沉积，使出海口形成了沙洲，继而将海湾与海洋分离，因而形成西湖。西湖与海洋之间有长期或间歇性的连通水道。当西湖与海洋完全隔绝时，西湖就演变成了沿海湖泊。某些淡水湖泊的前身就是西湖，如中国的杭州西湖、太湖等。西湖也可以指珊瑚环礁所围成的水域，有的涨潮时可与海相连通，这种西湖称为环状西湖，而前一种典型的西湖称为海岸西湖。好，回到这本书。然而，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斯群岛的多岩石海岸和陡峭之下的洋底，以及周围缺少珊瑚礁，使这里的海产少得多。面积是另一个明显的可变因素。从有永久性居民的阿努塔，其面积只有100英亩，且与世隔绝。它是波利尼西亚最小的岛屿，一直到103000平方英里的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各种大小应有尽有。有些岛上可以住人的地带，被山基分割成一些四面围着悬崖峭壁的山谷，其中以马克萨斯群岛最为显著，而另一些岛，如汤加群岛和复活节岛，则是由起伏平缓的地形构成，对行走往来不造成任何障碍。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考虑的环境可变因素是隔离程度。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很小，同其他岛屿又相距甚远，一旦开始有了移民，则那里所建立的社会就只能在与世界其余地区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发展。新西兰、夏威夷和马克萨斯群岛也很偏远，但后两者在首次有了移民后，却曾与其他群岛有过某种进一步的接触，而所有这三者又都是由许多岛屿组成，这些岛屿相距很近，有利于同一个群岛中各个岛屿之间的经常接触。波利尼西亚其他岛屿中的大多数与其他岛屿保持着或多或少的经常接触，尤其是汤加群岛与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和瓦利斯群岛咫尺相望，使各群岛之间可以定期航行，并最终使汤加征服了斐济。在简短地考察了波利尼西亚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后，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不同是怎样影响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生存是社会赖以产生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方面，因为这个方面反过来又影响其他方面。波利尼西亚赖以生存的手段五花八门，捕鱼、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海洋有壳动物和甲壳动物、猎捕陆栖鸟和繁殖季节的海鸟，以及生产粮食。波利尼西亚大多数岛屿原来都有一些大型的不会飞的鸟，它们是在没有食肉动物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新西兰的恐鸟和夏威夷的不会飞的野鹅
就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些鸟是最早移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在新西兰的南岛上尤其如此，但其中大多数在所有岛屿上很快灭绝了，因为它们很容易被追捕到。繁殖季节的海鸟数目也很快减少，但在有些岛上，它们仍然是最重要的食物来源。海洋资源对大多数岛屿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但对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来说却最不重要，因为那里的人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为生。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曾带来3种驯化动物：猪、鸡和狗。从那以后，在波利尼西亚范围内就再也没有驯养过任何其他动物。许多岛上仍然饲养着所有这3种动物，但那些比较孤立的波利尼西亚岛屿总要缺少1、2种。这或许由于用独木舟运送的家畜在移民的长时间水上航行中没能存活下来，或许是由于家畜在岛上灭绝后无法迅速从外面得到补充。例如，与世隔绝的新西兰最后只剩下了狗，复活节岛和提克皮亚岛只剩下了鸡。由于无法到达珊瑚礁或海产丰富的浅水区，同时也由于陆栖鸟迅速灭绝，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转而建造鸡舍，进行集约化的家禽饲养。然而，这3种驯养的动物最多也只能供人们偶尔吃上几顿。波利尼西亚人的粮食生产主要依靠农业，而在亚南极纬度地区是不可能有农业的，因为波利尼西亚的所有作物都是热带作物。当初在波利尼西亚以外的地方驯化，后来被移民带了进来。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寒冷的南部地区的移民，因此不得不放弃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几千年中发展起来的农业遗产，而再次成为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波利尼西亚其余岛屿上的人也从事农业，主要是旱地作物，特别是鱼奶、薯芋和甘薯。灌溉作物主要是鱼奶和木本作物，如面包果、香蕉和椰子。这几种作物的产量及其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岛上是相当不同的，这是由环境决定的。在亨德森岛、伦纳尔岛和环状珊瑚岛的人口密度是最低的，因为那里土壤贫瘠，淡水有限。在气候温和的新西兰，人口密度也很低，因为那里对某些波利尼西亚作物来说过于寒冷了。这些岛上和其他一些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从事一种非集约型的轮垦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其他一些岛屿虽然土壤肥沃，但因高度不够而没有常年不竭的大溪流，因此也就没有灌溉之力。这些岛上的居民发展了集约型的旱地农业，这需要投入很大的劳动力来修筑梯田，用覆盖料覆盖地面进行轮作，减少或取消休耕期，以及养护林场。旱地农业在复活节岛、小小的阿努塔岛和低频的汤加岛尤其多产。这些地方的波利尼西亚人把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专门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波利尼西亚的最多产农业是在水浇地里种植鱼奶。在人口较多的热带岛屿中，汤加因其海拔低，从而缺少河流而排除了这一选择。在夏威夷群岛最西端的考爱岛、瓦胡岛和莫洛开岛，灌溉农业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些岛屿面积较大而又潮湿，不但有常年不竭的大溪流，而且还有可以用来从事建筑工程的众多人口。夏威夷用强征劳动力修建了灌溉鱼奶田的复杂的灌溉系统，使每英亩鱼奶产量达到24吨，是整个波利尼西亚农作物的最高产量。这些产量反过来又支援了集约型的养猪业。在利用大规模劳动从事水产养殖方面，夏威夷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它修建了一些大型鱼塘来放养折木鱼和鲻鱼。由于在生存方面，所有这些与环境有关的差异，人口密度在整个波利尼西亚也差异很大。人口密度低的是查塔姆群岛，每平方英里仅5人，和新西兰南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还有新西兰其余地区的农民，每平方英里28人。相形之下，
许多从事集约型农业的岛屿，其人口密度则超过每平方英里120人。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达到每平方英里210人到250人，夏威夷则达到每平方英里300人。阿努塔这个高地岛则达到了人口密度的另一个极端，即每平方英里1100人。岛上的人把所有陆地都改作集约型粮食生产之用，从而在这个岛的100英亩土地上挤进了160个人，使自己跻身于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自给自足的人口之列。阿努塔的人口密度超过了现代荷兰，甚至和孟加拉国不相上下。人口的多少是人口密度和面积的乘积，相关的面积并不就是一个岛的面积，而是一个行政单位的面积。每个单位可以大于也可以小于一个岛。一方面，一些彼此靠近的岛可以组成一个行政单位；另一方面，一个高低不平的大岛则分成许多独立的行政单位。因此，行政单位的面积不但因一个岛的面积大小而异，而且也会因为该岛的地形破碎和隔离程度而有所不同。对于一些孤立的小岛来说，如果不存在影响岛内交往的较大障碍，那么整个岛就是一个行政单位。例如有160人的阿努塔岛，有许多较大的岛在行政上却从来没有统一过。这是否因为这些岛上的人口组成，或是每群只有几十人的一群群分散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比如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的南部，或是相距甚远分散居住的农民，比如新西兰的其余地区，或是生活人口密集但无法实现行政统一的崎岖不平地区的农民。例如在邻近的马克萨斯群岛上，四面峭壁的山谷中生活的人要通过海路来相互交往，每个山谷就是一个由几千居民组成的独立的行政实体。而马克萨斯群岛中大多数单独的大岛仍然分成许多这样的实体。汤加群岛、萨摩亚群岛、社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的地形使岛内得以实现行政统一，产生了由1万人或更多人组成的行政单位。比如在夏威夷群岛中的一些大岛上超过3万人。汤加群岛中的各岛之间的距离，以及汤加群岛与邻近群岛之间的距离都不算太大，所以能够最后建立一个包含4万人的多岛帝国。这样，波利尼西亚的行政单位从几十个人到4万人，各种大小都有。一个行政单位人口的多少与其影响波利尼西亚人的技术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人口密度相互作用。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其原因我们将在以后几章里详细研究。简而言之，人口密度高时，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农民，但他们被调动起来，去专门从事集约型的粮食生产，从而生产出剩余粮食去养活非生产者。能够调动农民的非生产者包括首领、神职人员、官员和战士。最大的行政单位能够调集大批劳动力来修建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的灌溉系统和鱼塘。这方面的发展在汤加、萨摩亚和社会群岛尤其明显，因为这些地方土壤肥沃，人口稠密，而且按照波利尼西亚的标准也有适当大小的面积。这种趋势在夏威夷群岛发展到了顶点。这个群岛包括波利尼西亚最大的热带岛屿，那里人口密度高，土地面积大，这就意味着有很大一批劳动力可以供各个首领驱使。在波利尼西亚社会中，与不同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多少相联系的差异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人口密度低、人数少或人口密度低同时人数也少的一些岛屿上，经济仍然是最简单的。在这些社会中，每个家庭生产他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有或根本不存在经济的专业化。专业化在一些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高的岛屿上发展起来，在萨摩亚、社会群岛，尤其是汤加和夏威夷达到了顶峰。汤加群岛和夏威夷群岛扶持兼职的世袭专门手艺人，包括独木舟建造者、航海者、石匠、捕鸟人和给人纹身者。社会的复杂程度
也同样存在着差异。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仍然是最简单、最平等的社会。虽然这些岛屿保留了波利尼西亚人原来设立首领的传统，但他们的首领的穿着很少有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异之处。他们和平民一样，住的是普通的茅屋。他们也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自己种粮食或捕捉食物来吃。在一些人口密度高、设有大行政单位的岛屿上，社会差别扩大了，首领的权力也增加了。这一现象在汤加和社会群岛尤为明显。社会的复杂程度在夏威夷群岛达到了极点。那里有首领血统的人被分为8个等级森严的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与平民通婚，而只在家族内部通婚，有时甚至在同胞兄弟姊妹之间，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姊妹之间通婚。在高高在上的首领面前，平民必须倒地膜拜。首领家族的所有成员、官员和一些专门手艺人则被免除生产粮食的劳动。政治组织也遵循同样的趋势。在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首领可以掌握的资源不多，决定也是通过全体讨论做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整个社区，而不属于首领。比较大的、人口比较密集的行政单位，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首领手中。在汤加和夏威夷，政治的复杂程度最高，世袭首领的权力接近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国王的权力。土地也由首领掌握，而不是由平民掌握。首领任命官员做代理人，利用他们向平民征用粮食，同时征召平民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的劳动。这些工程项目因岛而异，在夏威夷是灌溉工程和鱼塘，在马克萨斯群岛是舞蹈和宴会中心，在汤加是首领的陵墓，在夏威夷社会群岛和复活节岛是庙宇。当欧洲人于18世纪到达时，汤加的首领管辖部落或国家，也已成了一个由各群岛组成的帝国。由于汤加群岛本身在地理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包含几个地形完整的大岛，所以每一个岛都在一个首领统治下统一起来。接着，汤加的最大岛屿，也就是汤加塔布岛，世袭首领们统一了整个群岛，并最后征服了该群岛以外的一些岛屿，最远的达500英里。他们与斐济和萨摩亚进行远距离定期贸易，在斐济建立汤加的殖民地，并开始劫掠和征服斐济的一些地区。对这个海洋圆形帝国的征服和管理，都是靠每支最多可载150人的大独木舟组成的海军来实现的。同汤加一样，夏威夷也是一个行政实体，它包含几个人口众多的岛屿，但由于它的极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它只是一个局限在一个群岛中的行政实体。当欧洲人于1778年发现夏威夷时，行政统一已经在夏威夷的每一个岛的内部产生，而岛与岛之间的某种行政联合也已经开始。最大的4个岛，大岛夏威夷、毛伊岛、瓦胡岛和考爱岛仍然是独立的，他们控制着或相互耍弄手腕图谋控制较小的岛屿，如拉奈岛、莫洛开岛、卡胡拉维岛和尼豪岛。在欧洲人到达后，大岛国王卡米哈米哈一世购买欧洲人的枪支和船只，迅速着手那几个最大岛屿的合并工作，以便首先入侵和征服毛伊岛，然后是瓦胡岛。卡米哈米哈随即又准备入侵夏威夷最后一个独立的岛屿考爱岛。考爱岛的首领最后通过谈判与他达成了协议，从而完成了这个群岛的统一。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其余一些需要予以考虑的差异，涉及工具与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能否获得新材料的各种不同情况，对物质文化产生了明显的限制。一个极端是亨德森岛，这是一个高出海平面的古老的珊瑚礁，除了石灰岩没别的石头。它的居民竟然沦落到用巨大的蛤壳来做蝙蝠。在另一个极端，新西兰这个微型大陆上的毛利人，则可以得到一系列原料，因而在利用玉石方面特别出名。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波利尼西亚的一些海洋火山岛，这些岛上
虽然没有花岗岩、碎石和其他一些大陆岩石，但它们至少有火山岩。波利尼西亚人可以把它做成用来开荒种地的磨光石斧。至于人工制品的种类，查塔姆群岛的岛民们除了用来杀死海豹、鸟和龙虾的手持棍棒外，几乎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其他大多数岛民则制造了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鱼钩、蝙蝠、首饰和其他物品。在环状珊瑚岛上，例如在查塔姆群岛上，这些人工制品都很小，也比较简单，为个人所制造，也为个人所拥有，而建筑物也只是一些简单的茅屋。一些面积大而又人口密度高的岛屿则供养着一些专门手艺人，他们为首领制作了一系列令人羡慕的物品，例如羽毛斗篷，那是专门为首领们做的，需要用成千上万根鸟的羽毛。波利尼西亚的最大产品要算几个岛上的巨型石头建筑了，复活节岛上的著名雕像，汤加首领的陵墓，马克萨斯群岛上举行仪式的平台，以及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上的庙宇。波利尼西亚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的演进方向，显然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地方的金字塔相同。当然，波利尼西亚的这些建筑在规模上不及那些金字塔，但那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的法老能够从多得多的人口中征调劳动力，而这是波利尼西亚的任何一个岛屿上的首领所无法做到的。即便如此，复活节岛的岛民们仍设法树立起一些30吨重的雕像。对于一个只有7000人的岛屿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这些人除了自己的一身肌肉外，没有任何其他动力来源。因此，波利尼西亚的岛屿社会在其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以及物质产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的差异有关，又与岛屿的面积、地形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有关，也与维持生存和加强粮食生产的机会有关。波利尼西亚各社会之间的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和世界上一个不太大的地方逐步形成的。这些都是具有同一个祖先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波利尼西亚内部的这种种文化差异，基本上也就是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所出现的那些差异。当然，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差异程度要远远超过波利尼西亚群岛内的差异程度。虽然现代大陆民族也包括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依靠石器的族群，但南美洲也产生了一些熟练使用贵金属的社会，而欧亚大陆的人和非洲人又进而利用铁器。这些发展阶段都不可能在波利尼西亚得到实现，因为除新西兰外，波利尼西亚没有一个岛有重要的金属矿床，甚至在波利尼西亚有人定居前，欧亚大陆已有了一些成熟的帝国。南美洲和中美洲在晚些时候也出现了帝国，而波利尼西亚这时才刚刚有了2个原型帝国，其中的一个是夏威夷，只是在欧洲人到达后才和另一个联合起来。欧亚大陆和中美洲有了本地的文字，而文字却没有在波利尼西亚出现。也许复活节岛是个例外，然而无论如何，那里的神秘文字可能出现在岛民与欧洲人发生接触之后。这就是说，关于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差异性问题，波利尼西亚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剖面，而不是全部。这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波利尼西亚给我们看到的只是全世界地理差异的一个小小的剖面而已。此外，由于在人类历史上，波利尼西亚的拓殖时间很晚，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波利尼西亚社会，其发展时间也只有3200年。而即使是最后拓殖的大陆美洲，其社会至少也有13000年的历史。如果再给汤加和夏威夷几千年时间，他们也会达到成熟帝国的水平，彼此为争夺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而战斗，用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字来管理他们的帝国。而新西兰的毛利人也许会在他们用玉石和其他材料制作的全套作品外，再加上铜器和铁器。总之，关于现存人类社会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
波利尼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但我们只能因此而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它在波利尼西亚就曾发生过。这在所有大陆上是不是也发生过呢？如果发生过，那么造成这些大陆的差异性的环境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又是什么？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章历史的自然实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